70岁大爷露出胸口的十字勋章，军官见状脸色大变，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胡茬老头居然是沙俄时期的敌人。此时军官强装镇定，拿起电话想通知特科。一旁大爷看出军官的不对劲，掏出斧子斩断电话线。军官准备起身掏枪，怎料被大爷一拳打晕。旁边副官吓得想逃，却被大爷一嗓子吓住。他之所以70岁了还想参军，只因为他本曾是沙皇时代出色的军官。在10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，大爷被迫逃亡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，在那里隐居20年。这天，大爷像往常一样打猎回家，刚走到附近，就察觉到住处有异样。大爷悄悄走进屋旁查看，一个眼镜男正在旁边生火。就在大爷准备上前询问时，突然背后遭到袭击，大爷回头一枪放倒一个。此时，另一个男人拿着叉子冲过来，大爷抢过凶器甩开男人，那人当即抢过步枪就要干掉大爷。大爷从怀中掏出斧子，直插他的胸口。随后，大爷站起身环顾四周，只剩下眼镜男。大爷看他如此瘦弱，是个斯文人，便没有再为难他。到了晚上，大爷询问起眼镜男来意，他老实交代，自己和刚刚的2个人都是来自西伯利亚监狱的逃犯，大家因为害怕上前线，便结伴逃到了这里。在与眼镜男的交谈中，大爷得知德国此时正在入侵苏联，这一下让他彻夜无眠。大爷看着自己的全家照和勋章，思考着什么。此刻国家正在受难，军人的职责再次向他招手。于是第2天，大爷送走眼镜男，来到郊外找到老朋友了解战争情况。老朋友表示，德国入侵苏联对他们这些沙皇时期的军官来说不是坏事。曾经在内战中，大爷失去所有至亲，但他依旧想为国家而战。大爷决定去军事委员会请求参加红军。第2天来到征兵部门，可是1874年的大爷已经超龄，军官只收1890年以后的士兵。但大爷坚定表示以前自己也是军官。当征兵军官让他拿出证件证明时，大爷一时间拿不出，但是他解开外套，露出乔治十字勋章，表明自己曾是哥萨克骑兵大队长。没见过世面的军官直接吓呆，面前大爷是曾经的敌人，军官立马怀疑起他的身份，赶紧打电话叫特科抓人。怎知这时大爷亮出斧子。70岁大爷想报名参军，却被军官无情嘲讽，气得大爷一拳打晕军官，转身拿起斧子剃光胡子和头发，这样显得自己年轻一点。老伙计给他带来了衣服，并告诉他特科人员正在搜查，赶紧让大爷坐火车逃走。大爷骑马来到铁路旁，跳上驶来的火车。就这样，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待了20年的地方。等火车到站，大爷下车找到城里的军事委员会，说自己错过了火车，请求安排自己去莫斯科前线。中尉向他询问证件，但机智的大爷谎称证件和行李被火车上的战友带走了。如今前线战况十分紧张，军官并没有过多怀疑，随即安排大爷坐上下一趟火车。火车上，大爷为了不被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不断和士兵套近乎，但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。到了深夜，一名士兵走到大爷身旁，揭穿大爷是白卫军的高级军官，并威胁他和自己一起逃。大爷自然是不能承认，但士兵得寸进尺，掏出大爷的十字勋章，大爷的秘密就这么被他知道。可如今士兵还威胁自己一起当逃兵，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多留。于是大爷急中生智，引诱士兵来到车门抽烟。借着这个时机，大爷一脚把士兵踢了下去。不曾想这个动静吵醒了熟睡的军官，大爷不慌不忙谎称有人逃跑。如果有士兵逃跑，负责的军官自然是要受罚。军官决定用大爷代替那名逃跑的士兵，没想到大爷因祸得福，借此解决了身份问题。随后士兵又带大爷去补办证件，怎知刚到指挥部就遇见旅长，旅长一眼认出大爷，而大爷摇头否认，但最后还是被带到了办公室。两人聊起了往事，原来大爷曾经是旅长的老班长，他们在沙俄时期一起并肩作战。两人聊得正欢，大爷突然亮出自己的斧子，告诉旅长现在国家有难，虽然沙俄已经不复存在，但自己从没忘记军人的使命，他想再次回到战场为国效力。但旅长有所顾虑，毕竟他现在的身份还是沙俄军官，要想加入红军必须先洗白自己。旅长让大爷用假名签下一份加入红军的誓言，随后给他安排一个运送弹药的差事。就这样，大爷做起了部队的后勤工作，但他一心就想上阵杀敌。这天，大爷正在运送物资，突然一架轰炸机朝营的驶来，反应迅速的大爷将旁边女兵一把推向马车，然后自己驾着车吸引火力。虽然幸运地躲过了炮击，但大爷越发的不甘心，觉得自己一身本事无处施展。他转身找到侦察队长，并毛遂自荐请求加入侦察小队。队长以年纪太大为由一口回绝，甚至有些瞧不起大爷。他表明做一名侦察兵必须身怀绝技。大爷一脸不屑，决定和士兵比一比。随即队长便召集队员，本想给大爷上一课，怎知反转来得太突然。俄罗斯70岁大爷报名参军，却被眼拙的新兵要求比武。只见新兵扔出2把小刀，精准命中树干。旁边大爷轻蔑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斧子，用力一甩，精准插在2把小刀之间。战士们瞬间笑不出来。自此，士兵对大爷心服口服。
不久，前线敌人攻势猛烈，总部要求旅长再坚持3天。3天后，上级会派出一支卡秋莎火箭炮队，但是指挥部对敌方的兵力部署一无所知。旅长要求侦察连必须抓到俘虏，摸清对方情报。大爷积极主动帮侦察连抓俘虏，怎知这天刚抓到一个俘虏，残暴的德军一心要灭口，他们机枪炮弹猛烈招呼，打得侦察士兵无法前进。大爷眼看这样下去不行，他奋不顾身冲出战壕，帮侦察员把俘虏拖进战壕。不幸的是，德军俘虏受伤严重，只能送到后方医治。随后在大爷修理车辆时，特科的人找到他。大爷本想装作不知道，怎料他们将仓库管理员的举报信拿出来，这下让大爷百口莫辩。他只好坐上特科的车，不曾想路上又遭到德军轰炸，一片混乱中，大爷侥幸逃生。紧接着他找到仓库管理员，将举报信扔给他，愤怒地让对方把信吃下去。到了第2天，大爷照常将弹药送往前线，没想到再次遇上特科的人，他们真是阴魂不散。当大爷回头，士兵一个枪托将他打晕。等大爷再次醒来时，眼前全是德国士兵。原来刚刚2个特科的人是德军侦察兵乔装打扮。等大爷反应过来，德国军官已经掏出手枪，威胁他交代出苏军指挥部的位置。但久经沙场的老兵怎会屈服？大爷假装同意对方要求。就在德军拿地图放松警戒之际，大爷转身掏出斧头，3两下将几名德军士兵解决，然后端起几个手雷。正抬头时，迎面走来2名德国士兵。灵活的大爷从树后偷袭，一斧子一个，轻松拿下双杀。接着他拉开手雷朝德军帐篷里扔去，还在熟睡的士兵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去见阎王了。大爷一番闹腾，德军营帐热闹了起来。同时大爷也拿起斧头，在德军营地里开始屠杀。此时突然想起一句话：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。在解决完一个连队后，德军增援士兵随即赶来，大爷只好端起一把机枪，对着敌方一通扫射。这时一名德军冲背后偷袭，一枪打中了大爷的手臂，大爷只好躲进树后，拿出手榴弹先解决掉敌人。这时被打晕的德国军官醒来，大爷拿着斧头悄悄朝他走去。军官被吓得2手发抖，慌乱中他看到眼前的手雷，军官刚想去拿，怎知一把斧子从天而降，战斗结束。此时侦察队长才赶到，看着满地的德军尸体不敢相信，一人竟团灭了德军一个连队。最终红军守住防线，大爷痊愈归队，如愿当上侦察兵。遗憾的是，他在1946年6月英勇牺牲。